张文波，我很想帮你。我希望你把案情说得越详细越好，这对我们破案有帮助，给你减刑呢也有帮助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想一想，那天你在别墅里都听到了什么？那天是晚上，到了李祥家的别墅里面，特别安静，静的都有点瘆人。我记得我把画收起来，放进包里，想从前门溜。这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闷响，像是什么东西倒了，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。我就想趁着这个时候，从后面的窗户翻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扭头突然发现李翔站在那儿，他对我说：“今天你走不了了。”我脑袋嗡一下子，血就给涌上来了。正好一顺手，我拿起一把刀，我就给他捅了过去。然后他就倒下了。你确定是李翔吗？确定啊，因为我借着月光看到他躺在地上，满身都是血，我还摸了一下他的脉搏，没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是。陈欢，说说你的看法。你不觉得李翔对张文波说你今天走不了了有些奇怪吗？如果你是李翔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喊，或者一拳把他击倒。你别忘了，门外还有4个保镖，5个人对付1个人很容易。可是李翔却做了一个很反常的举动。张文波也提过这个线索。对啊，对，他说听见一声闷响。说的没错，那可能是李翔受到了袭击之后发出的异响，前门被锁住了，切断了张文波的逃跑路线。我们不是一直在猜想有第三者在现场吗？
是连贯的，不会改变手腕的方向。刺在身体的这2刀是存在先后顺序的，我就想知道张文波到底刺的是哪一刀。如果说在张文波之前，有人进入了李翔的别墅，一刀刺死了李翔，随后张文波又在李翔身上刺了一刀，张文波盗窃逃跑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，这张文波干嘛在一具死尸身上再捅一刀呢？这根本不可能啊！许巍啊，这个事呢，还是要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我是公司的法律顾问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还是要感谢你，谢谢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安队，我们这段时间对钱大伟进行了监控，近段时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状况。我调阅了他前3个月的通话记录，发现有3个人跟他的联系是很紧密的。一个是美德拍卖行的总经理叫汪美德，一个是古云画廊总经理叫欧阳清风，还有一个是外地电话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美德拍卖行就是仕女图的拍卖公司。我没弄明白为什么是美德拍卖行，而不是钱大伟的公司。这个我也进行了了解，因为这个古云画廊跟钱大伟的公司来往很密切。所以说，他才找了第3方，也就是美德来进行拍卖。这样的话，对画作，更有保证吧。如果第3方鉴定都有问题，这不白搭了吗？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。不过，美德是从北京找来了几个研究员级别的专家，对画作进行所有的鉴定，一致认为是真画。所以说，这个仕女图拥有2家拍卖公司的鉴定书。我们上次追回来的仕女图鉴定结果怎么样？初步鉴定是真的，但还是要等到徐老看了以后才知道。徐老是？哦，徐老是荣都市古玩字画鉴定最具权威的专家。徐老来了。哦，徐老你好，我叫安澜。你好，你好。徐老，您先坐，您坐。您坐。徐老，我们今天请您来呢，是想让您帮我们鉴定一下这个画是不是真的。您看，这幅画听说拍出了1300万，创造了我市书画拍卖的最高纪录。
我就是想问一下徐老，这幅画值那么多钱吗？哎呦，我要是有这个资金呐，啊，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。那您是说这幅画是真的是吗？来，我跟你说啊，纸对，墨对，啊，这个手法也对。你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啊，还有很多收藏者的印章、题跋，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还有眼力，错不了。这个张文波还真挺会偷的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，我就告辞了。好啊，徐老，谢谢您，非常感谢啊！真是好话呀，好话。哎，您慢走啊！啊，好好好，慢走啊，徐老。慢走啊！你们先忙吧。徐老，你慢点。在政法委和上级领导的带领下，我市特侦组破获了一起人民群众关注已久的仕女图盗窃案。仕女图是一幅精品，经过我的鉴定我敢负责任地说，这是我一生当中所鉴定过的最优秀的画作之一。古飞，起来了。没什么情况吧？没什么异常。喂，喂，哎，我给你们买了点宵夜，你在哪儿？我给你们送过来吧。我现在在物证中心。要不这样，送我办公室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那也行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陆明，我有点事，我得先出去一下。哎，你能不能用我这手机给我拍几张画像的照片？好。哎，好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行，谢谢你啊，一会儿见。哎不好意思啊，我跟鲁明说了点事儿，耽误了时间。没事儿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不吃啊？哦，我不吃了，你随便吃点吧。啊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哦。
飞，按对刚刚发的。陆明，我有个发现，你看，这个图案呢，你觉得像不像某大公司的 logo？ 我也有一个新的发现。哦，来，你看，在普通的状况下，我们用肉眼很难分辨出兰花所组成的封闭图案有什么区别。可是放大了10倍之后，你看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整个橡树的分布。你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些线条的区别十分巨大。从目前我们提取的11组图形来看，像祥云的这一组与其他10组差别很大。像祥云的图形，边缘线条的橡树分布更加均匀，这说明它被反复的描画过。陆明，颜料可以鉴定吗？我可以用光谱扫描，再用碳元素探测仪，把画的纸张和颜料给你分析一下。啊，太好了，先回家。这个案子对我很重要。没事，包在我身上。陈欢啊，这图案跟画上的云朵重叠度不高，我们现在时间紧迫，剩下不到36个小时，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。老板，哎，你这画怎么卖？这个，这个100，你拿下来吧。哎，你看好了，齐白石的。行，给我包起来。行。对，好嘞。好。老板，你这能鉴定字画？啊，是啊。你能把我这字画鉴定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呀，来吧，来。鉴定费100。好。齐白石一看就是假的。老板，我想把它变成真画，而且要鉴定书。哦，我再看看啊。齐白石真迹至少10万，鉴定费2000万，包证书。你是说这个证书吗？哼，哎呀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人在赝品上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或者记号放在自己的作品里面？有，中外画坛都很流行，画坛高手也很多。有些美院的学生画出来的东西，不要说普通人了，就连有些藏家、画家，都很难分辨真伪。除非啊，特别精进的人才能分辨。这样的画手太多了，趾高气扬的，有些藏画的、藏字儿的，五花八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自己到派出所，把自己的事交代清楚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
怎么样？看看。纤维粗细跟排列方式不大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不同的造纸工艺造就了不同的纸张。这幅画使用了材质相近但是完全不同的2种纸。你说这画用2种不同材质的纸拼接而成的？对，画的确是2种不同的宣纸拼接而成的。来，看看这画，这幅画它的右侧比左侧平均高了0.02毫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眼睛看会觉得奇怪的原因。我们的眼睛是不会骗自己的。这个画使用了相同的颜料，可是是颜料它就有色差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当年作画的人因为纸张不够大，所以才拼接的？可是既然是拼接的，就很有可能是现代人干的。现代人？对。陆明，如果是现代人拼接的话，在价值上会大打折扣，是不是？肯定啊。这样，我去找个专家再看一看。好。哎，一顿饭啊！臭小子。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物件让我看呢？没有，还是仕女图。上回不是看过了吗？您坐啊。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来，您看看这幅画啊，您再仔细看看。我总觉得这个部分呢，有点奇怪。您看看啊，这个祥云是非常正常的事儿。它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吉祥的图案。这祥云呐，是隐藏在你心里头的，你说它有，它就有。薛老啊，我是想让您再仔细的、好好的帮我们鉴定一下这幅画到底是真还是假。徐老，徐老，你怎么了？徐老，徐老，120吧，马上派辆救护车。对，到刑警队，快！安队长，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？钱总，您是古云画廊的法人，您贩卖了1300万的赝品。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？这个古玩行啊，打眼和看走眼那是分分钟的事，这还得感谢你们警方一正视听。我们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请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鉴定出的意见，这个画居然是假的。这么多专家都不靠谱，这就是教训。钱总，您能告诉我，您这画是从哪儿收的？这就要问我们收藏部的人了，他们经理刚出差。要不这样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立马和你们取得联系。我们呢，也看了一下记录，啊，这幅画是由一个小年轻给我们送来的。我们的收购价是10万元。
这个小年轻走的时候啊，没有留下任何资料，我们呢也不会强迫任何人留下任何资料，这是我们的行规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这样，钱总，在这个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，请您不要离开本市。好，打扰您了。哪里啊，慢走啊，再见，慢走。国营画廊跟你们美德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合作关系。仕女图的交易中，你们能得到多少利润10%的利润。这件事主要是谁负责和你们联络？是钱大伟。安队长，对不起啊，是我大意了，影响了你们的工作，我内心感到很愧疚。我今天特意来向你们道歉了。行了，您坐。这事儿该说道歉的应该是我们，害得您呐还得住院。怎么样，身体状况好点了没？还不错。我说安队长啊，你说那个祥云印记，你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？好啊，徐老，您看，都在这儿呢，您瞧瞧。这个都是一般的印记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我能不能看看原图啊？可以啊，就在这儿呢。您看，这造假者呀，手法高超，老奸巨猾。你看看，他用的这个纸啊，实际上是由2张纸来组成的。老人家，您坐下说，别太激动啊。来，后画的这一部分用的是先前的那种老纸，这颜料也尽量用原来的那个年代的。这画工啊，自然就更是一流。通过装裱啊，新画和老画浑然一体，所以蒙蔽了我。薛老，您能从笔墨纸之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吗？你来看，新画的这一部分啊，用的是荆州纸，纸的年纪超过了100年，也算是老古董了。如果不仔细辨认，很难发现。你看，再被颜料遮蔽，通过做旧，那就很难看出来了。我知道，这个荆州纸啊，存数不多，它必定是一流的藏家所藏。这价格高昂啊，只要有钱呐，也并不难找。只要遍访本市的知名藏家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得到有用的信息。哎呦，薛老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！哪里，您为我们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谢谢，非常感谢您。哪里？哟，麻烦你了。没事儿。谢谢啊，大爷，我是警察。哦，警察同志，有什么事啊？我想问一下，您这儿有荆州纸吗？荆州纸啊，你可算找对了。本市有荆州纸的就这么一家，不过1年前啊，我们丢了1领，我估计啊，是我们同行干的。您当时怎么没报警呢？这不是怕麻烦吗？再一方面，报警也不一定找得着啊。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吗？当时的情况我也说不上。大爷，您这里还有吗？哎呀，好像还有1张，不过在仓库呢。领导啊，这个案子很复杂，而且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新的线索，所以暂时不能移交给检察院。
根据我们的推理和取证，这个张文波很可能没有刺出致命的一刀。在案发现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，可能存在一个第三者，而这个第三者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。那你能证明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小赵啊，我们不是不要推理，更重要的是证据。如果现在没有新的证据，就提交检察院，等有了再说。行了，把这个案子暂停一下，把卷宗提交给检察院。证据，可是我们……行了，我已经说过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查的好好的，怎么就是这没法干？哎呀！大伙儿不要有情绪。赵局他说的没错，我们缺乏有力的证据。只要我们找到有力的证据，就能说服他。来，干活吧。还忙着呢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路过，给你们买了点宵夜过来。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哎，对了，我这有几张电影票，最近有个电影叫《心理分界》，特别好看，一定要看啊，对你们肯定有帮助。谢谢啊。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安队，你看，这样，长官，你把古飞和家俊叫过来，好快！哎，小武，哎，盒饭拿走。好嘞。舒服吗？舒服。喂。哦，西薇，你能回来一下吗？现在啊，行吧。妈啊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得现在出去一下。现在走啊？哎，闺女，哎，你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去趟公安局。哎，让你爸送你。哎，不用，我打个车就行了。现在车不好打，把孩子送过去。啊，送，我们在公安局门口等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走吧。行吧，走吧。哎，走。你看，这大半夜的，把你找过去，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。薇薇啊，我看你顾问呢，当地也挺辛苦的。都说了，你们不用送我，打个车的事儿。这不是不放心你吗？哎呀，这当警察的真是辛苦啊，这大半夜的还不能休息。哎，薇薇，我看你跟那个安磊好像有那么点意思。哎，你看你们又想歪了，我们两个只是工作上有很多牵连，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再说了，我还在给他们做心理辅导，见面也是工作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哎，我是啊，据双手赞成自由恋爱的。你看，我们也不像那种古板的父母。老邓，你说呢？你看，是，我说了你们又不相信，你们还老问我。哎，薇薇呀，你看，警察这个工作风险的确是太大了一点儿。你看你爸，当年就是这样。行了，别老跟我提他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，把你叫回来，来坐。啊，西薇，
我就想问一下，这个信封哪来的？邓总公司的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信封上的 logo 跟我们的案子有点关系。哎，西薇，能找你爸谈谈吗？他就在楼下呢，要不把他叫上来？好啊，你把他请上来吧。嗯。啊，邓总，你好。你好，安队长是吧？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！客气了啊，您请。好。邓总，我们把您请来呢，是有件事想问您。这个信封是你们公司的吗？这个信封是我们公司的，但是还没有正式启用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上面的 logo 是谁设计的？好像是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设计的。邓总，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顾飞，你记下。13980006939。去查一下。是，陈环，你去查一下本市有几所这样的院校，快去。好。邓总，谢谢您的配合。不过有件事呢，我得跟您说一下，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您不要离开本市。可以理解，谢谢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啊，当然。好，谢谢。幸会啊，请走。有事人给我打电话。安队，查过了，那个号码只打过一个电话，是元和集团。元和集团？安队，本市有3家美术学院。去查一下，一定得把这个学生找出来。今年有个学生不见了，有3、4个月了，平时我们也很少看见他。听说他在外面帮助别人干活，帮别人画画赚钱。不过呀，我听说他好像受了什么人欺负，给别人画画，但是没拿到钱。这孩子有自闭症，他叫高小虎，专业不错，善于画山水和工笔。你能带我去看看他的画吗？可以，前面有学生的画室，里面有好多高小虎的画，就在前面，走吧。好的。这就是学生的画室，学生都出去写生了，所以教室里没人。这就是高小虎的画。哎，校长，啊，我注意到高小虎画的画纸跟其他画的画纸好像不太一样。哦，这就是荆州纸，价格很昂贵，所以啊，市面上很少见。荆州纸，根据我们前期调查，本市唯一一家有卖荆州纸的洛阳纸店，前一段时间刚刚失窃，失窃的就是荆州纸。你们怀疑是高小虎偷的？现在还不确定。是这样，校长，我想去高小虎的宿舍看一下。这样吧，配合警方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带你到高小虎的宿舍去看看，好不好？那就太谢谢了。啊，走。这就是高小虎的宿舍。美术学院嘛，有油画，还有速写，还有一些人体的巨幅画像。高小虎的床是哪个？这就是高小虎的床。
荆州纸。这个就叫荆州纸。对，这就是荆州纸。喂，安队，我在大象美术学校找到了一名叫高小虎的学生。我在这个学生的宿舍里发现了荆州纸，还有仕女图的缩小版。很明显，这个高小虎对仕女图进行了临摹。等着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我等你。不飞，安队，这就是高小虎的2个同学，这位是校长，还有这个是我刚才打电话给您汇报的仕女图的缩小版。你们是高小虎的同学是吧？哎，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哪些画是高小虎画的？啊，这2个都是。哦，还有那个也是。对。哦，真不错。看来这高小虎喜欢这些街头涂鸦是吧？对，他超喜欢的，我们也都喜欢，我们经常一起约着玩涂鸦呢。是吗？哎，你们都是在哪玩？一般都是在一些旧的厂房和一些拆迁区之类的。这些地方对于我们涂鸦爱好者来说都是乐园。有固定的地点吗？哦，有2个。顾飞，你记一下他们说的地址，一定要记清楚了。待会儿你给家俊还有陈欢发一下地址和照片，记住了吗？不错的爱好啊，去吧。哎。喂，家俊，这里。一会儿古飞呢会把一些地址和一个学生的照片传给你，还有陈欢，他叫高小虎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对，你们俩去的时候买点喷气罐。为什么？套近乎呗。这孩子啊有点自闭症，你们俩分头行动。哦，对了，家俊，你嘱咐一下陈欢，陈欢说话直，他办什么事总是欠考虑啊，说话一定要注意啊。是。好。高小虎，你在画什么呢？高小虎，我这有新的喷漆，都是给你的。高小虎，高小虎，
我只是想留个记号。小虎，我们换个地方说好不好？走。安队，来喝口水。哦，你叫高小虎吧？嗯。你画了很多画，我们都看了，非常不错。谢谢。高小虎，你能在这儿帮我们画幅画吗？这里不行，你们这里不行。我知道那些画你不是在寝室里画的，那幅仕女图画得相当不错，一定是在一个风光优美的地方画的，是这样吗？嗯。不仅风光优美，而且很清静。那个地方是找你画画的人帮你租的画室吧？嗯。哎，小伙，你还记得那画室的地址吗？我说不出来地方，但是我认得路。一会儿让这个大哥哥带你去，你给他们指路，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将军，临摹一幅画，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，不是1、2天能完成的。这犯罪嫌疑人给他找了个画室，第一个让他安心画画，第二个方便控制他。你刚才也听他说了，他说那个地方清静，而且环境优美。我猜应该在城郊或者山里。一会儿你跟他去一趟。好，还有个事儿。高小虎掌握的很多线索是我们没有掌握的，一定要好好保护他。知道了。我担心，如果让犯罪嫌疑人先找到了他，他会有生命危险。趁着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找到他的时候，先找到画室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别的线索。安队放心，我有情况马上汇报。我这就去。小伙，小伙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没事，给哥哥带路，走吧。哎，咱们就在这儿吃吧。老板，点菜。哎，稍等，要点什么菜啊？要一个回锅肉，一箱肉丝，再来个蛋花汤。好。小虎，你画的这个假画，成交额这么高，如果追查下来，跟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所以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工作。我看了新闻，拍下画的那个老板被杀了。老板，菜快点。哎，稍等啊，我去看一下。好。哎，老板，碗筷还没拿过来。哎呀，忙不过来了，在消毒柜里，麻烦你自己取一下吧。等我一下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好，
我知道了。还没死。120吗？快派救护车！高小虎醒了，但他说行凶者蒙着脸，看不到长相。你们根据高小虎手机拍下的线索去调查所有纹身店。是。这边。老板你好，我是警察。什么事啊？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啊，来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这个纹身你有见过吗？啊，这个纹身，客人呢没留资料，但是我们拍摄作品的时候啊，会有他的照片。你还记得这个客人长什么样吗？这个客人啊，长得有1.8米高，挺壮的。老板，你留资料有没有影像的资料，比如说照片什么的？有。好，能给我们看看吗？可以。对，就是这个人。来，这个。老板，你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纹的吗？大概2个月以前。这张照片能让我们带回去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好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血液上发现了2种血迹，一种是高小虎自己的，而另外一种应该就是嫌疑人的。嫌疑人在行凶的时候用力过猛，导致自己的手受伤，把血迹留在了血衣上面。你记得吗？上一回传唤钱大伟的时候，我曾经给他抽过血。我刚刚进行了血液对比分析，发现高小虎的血衣上的血迹，除了他自己的，还有就是钱大伟的。啊，太好了，海明，马上给我传过来。蔡军、顾飞，在高小虎的衣服上查到钱大伟的血迹，这回抓他，他没有什么话讲了。在指定地点汇合，立即行动，快！趴在这儿。动了，你被逮捕了。
走。安队，看清楚了。带走。走。柴总，好，许巍，来，坐。您找我什么事儿？董事会委托我，作为公司的律师，希望你能帮股东摆脱困扰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钱大伟如果触犯法律的话，柴总，这个事儿会很麻烦。不过，我作为公司的律师，我会努力的。你放心。那就好，我们对你都很有信心。谢谢。钱大伟，你把袖子撸起来。我说的是右手。你告诉我，你4个小时之前在哪儿？我的家，喂鱼，看电视。谁能证明？我自己呀。那就是说，你没有不在场的证据。在什么场啊？4个小时之前，高小虎被刺。高小虎你该认识吧？认识，也就是画画而已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知。你是不是找高小虎临摹过画啊？从来没有。没有过吗？我又不是学美术的，我懂什么呀？而且呢，投资顾问把画拿来说画值钱，它就值钱。就连那个老专家徐老，不是也走眼了吗？我分辨不出画的真假，太正常了。钱大伟，在高小虎的血衣上发现了你的血迹，你怎么跟我解释？喂，是。陈欢，继续审他。是。安队，喜薇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正忙着呢。钱大伟的事儿，你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能再诱导我的当事人回答你们任何问题。可是我们已经掌握了钱大伟涉嫌杀人的证据。但是你有直接证据吗？就能证明他杀了人吗？所以，你们在办案的时候不能再诱导他回答你们任何问题。还有，我会尽快申请见我的当事人。目前呢，正在审问中。赵局，您跟上级领导说一说吧，我们无法提前移交给检察院。案卷已经移交给检察机关了，不过我还没有最后签字，也就是说还没有走完上面的程序。我相信你们特侦组，你们就放开手脚去干吧。是。钱大伟是我们最后一个抓捕的，每个人都和钱大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。我们应该重点先弄清钱大伟集团跟秦薇薇集团他们俩之间的关系。现在很多的线索已经浮出水面了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我们要查清楚张文波的实际状况。陈欢，你说说你那边情况。好。钱大伟命高小虎画仕女图来进行造假，然后授意古云画廊收购，再让美德拍卖行购进后进行拍卖。这些古云画廊的法人已经全部交代了。
这个画的原价值在100万元左右，但是画的尺寸加大，至少提升到了200万。在经过几轮的竞价炒作之后，这幅画在李翔购入的时候应该是1300万元，那这里面就最少产生了1100万元的差价。这1100万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合法合理的流动了。这个李翔为什么被杀？目前存在诸多的疑点。我们推测，李翔应该就是秦薇薇命案的指挥者或者是实施者。他们一定是认为我们察觉到了什么，所以杀死了李翔，除掉了他们的得力干将李翔。现在让我们感觉特别被动的是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凶器。只要我们能找到凶器，这凶器上肯定有血液痕迹，就能让钱大伟彻底伏法。来，喝口水吧。钱大伟，原名钱森，1990年入伍，96年成为士官，精通各种格斗、射击，擅长使用各种冷兵器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没法证明是我干的。我们这行里啊，有句老话：尸体会说话，这些证据会不断的跳出来。新发现吗？对，我从李翔的指甲缝内提取的人体表皮组织监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发现确实不属于李翔，跟你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。但是和你们送过来的水杯上提取的物质报告是一致的，也就是说他们同属于钱大伟。好，海兵辛苦了。请大楼里的所有人员立即离开，不许携带任何文件和物品。对不起，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，影响本集团的正常工作。我有搜查令。古飞，和你说的一样，美德拍卖行和古源画廊的业务来往很频繁，而且这里面有个神秘的买家，名字代号叫 L。请银行方面协助。家俊，这事你负责。顾飞，陈欢，你们俩跟我走。